回过头呢，大家想知道的是，在现在我们要如何更务实的来看事情？好，包括了什么？包括你了解对岸他们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吗？来带您开开眼界。现在呢，他们说是要用火箭来送快递，你没有听错。火箭送快递不是送上太空哦，是送快递。好，这个是淘宝，他们现在呢说要跟一家公司开始来做试验。那他们就要在1个小时里面把10吨的货物送到全球各地，说今年呢要开始来进行试验。我们早上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还在那边讨论说他是真的在说送货吗？这个有可行性吗？他是这样给你回答的。淘宝告诉你，很多伟大的事情最初看起来是个笑话，表示他们真的是要做这件事。好，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大家开始在问，说这个吸音，现在可能网络上您也都看过这个标题，好，叫 Shane， 它呢基本上吸音也算是翻译过来，它其实一开始呢，它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标志来跟所有的消费者见面。目前呢，他们要力拼在纽约上市。去年呢，这家真的很厉害，连 Amazon 都觉得它很强。好，获利已经超过了20亿元了。快时尚以往你会想到的是 H&M 是 Gap 是 Uniqlo， 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牌子。很多人不知道它是大陆品牌，它基本上异军突起，甚至连法国他们都要开始来讨论，说这个快时尚这样子会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啊，等等等。直接针对的就是这一家吸音，大家就会开始在想了，所以呢，这个有一点点的那种感受是什么？是淘宝都不淘宝了，卖手机的都不卖手机了，现在改卖车，好奇怪啊！好，来小米，以前我们以为它卖手机，现在开始卖汽车了。这个苏七呢，创始版再一次的开售，结果2分钟秒空。那他们的讲法是说呢，他们有拦截部分的订单，但是他们也不会再开启新一轮的订购了。那大家就开始在说啦，这一次算不算是一个鲶鱼效应？为什么？原因是因为雷军真的蛮强的，他一直在热搜上面，好像这几天从这苏七出之前就一直都看到他在热搜上面。然后呢，大家开始在说他们这个定价确实会有一些鲶鱼效应，包括问界啊、蔚来啊、小鹏啊、特斯拉都因为他们出来会开始有一些动作。那雷军的讲法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把饼做大没什么不好，共同推动行业的进步。另外呢，确实你看到的是其他的车商也开始推出了专案来抢市场、补贴等等等，甚至呢，他们在3月的时候也看到华为问界有交付了3.17万辆，拿下了冠军，又是一个。搞手机不好，搞手机跑去卖车的啊，卖的现在呢还是蛮厉害的，大家就开始在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让很多人看到都会说，在对岸。新能源车现在确实他们的这个新3仙之一哈，而现在美国也开始担心了，说这样子的一个快速扩张会不会造成他们自己原有的车企的一些影响？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中国的电动车现在讨论的是要不要征收超过100%的关税，等于就是加1倍来卖啦。国会、政府还有议员，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么一件事情，可是呢。川普也直接讲了，你不要以为我都看不到哦，你是不是有去墨西哥设厂啊？墨西哥设厂的中国车，我一样跟你征收100%关税，逃不了。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回应，现在在对岸确实有蛮大的一个进步。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早上我们真的看到的时候，就想说，这真的假的？他们打算用火箭来送快递？我觉得不能完全排除啊，因为这确实是不能完全排除啊。为什么？因为少部分排除。如果说它基本上成本下降到很低，然后它的这个安全性很高，然后它对于大自然的破坏力很小，例如说它用环保材质一次性的，然后在重返大气层的时候，绝大部分的都燃烧殆尽的话，那这样的情形基本上来讲，对于自然生态破坏力不大。然后如果是在低轨飞行，这个是我觉得是可能性是有的。那问题就在于，这些高单价的东西一定是高单价的货品，然后它急需要那么很短的时间内送到对方，这个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你说一些文件那就没有必要嘛。可是谁晓得说过去文件也要用快递，联邦快递用飞机来运送，因为有一些合约你就是要纸本要送到，有一些文件它就是要纸本送到，所以在过去我们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之后确实就一个一个发生了。我觉得有希望或是有想象
我觉得那是最美的事。大陆今天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个人倒觉得是内卷造成的。内卷形成的一股动力。内卷虽然很残酷，内卷虽然很辛苦，但是由于他们的内卷造就了他们的庞大的、强大的全球的竞争力。你想想看，在高考，他们就是内卷。过去在我们那个时代，我想少康兄他们那个时代也是，我们当时的这种联考也是内卷的很厉害啊，1分就差很多1分可能就差一个学校啊。所以那时候内卷的很厉害，而且我们台湾的原来的中小企业本身彼此也是内卷的很厉害，也是竞争的很厉害。但是因为台湾的市场格局太小所以后来就只好离家出走。可是你看离家出走的到大陆去以后，那么就发展出富士康。你说这个旺旺就发展出一个食品王国，为什么？因为大陆的市场那么的大。你想大陆他们的内卷造成他们的人才，尤其是每一年几百万的这些大学生、研究生，还有这些博士生，他们内卷中造成了他们全球的强大的竞争力。企业之间的内卷造成了500大的企业中有多少中国大陆的企业的含量都这么的大的话，规模越来越大，资金越来越大，资本额越来越大，各位想想，他们有什么做不出来？所以您说这个从 APP， 然后一个刚开始仿照别人的一个成衣就去印，到最后很迅速的扩张，到现在自我品牌出现了，而且他们的本身可以延揽更好的设计师，可以找到更便宜的布料，而且可以为小众来定制，而且是为全球的这些人来定制，每一套衣服可能就没有几件，所以撞衫的可能性就变得很低，更换的速度越来越大。各位想想，我昨天才见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大陆的淘宝买东西他们是拍一下就可以知道，我拍你一个衣服，我就可以知道原来你这个衣服是什么品牌的，根本都不用到商店去了。很快，速度快到那个这个不是一开始就有的，那是你跟得上时代，我是落后的老一代的人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发展的速度真的是很快，而且规模实在是很大。汽车工业汽车工业是母是本各位想想，我们两岸汽车工业在台湾曾经也很努力的想发展汽车工业，因为我们都知道，汽车工业可以它的上万的零件可以带来多少的这些零件制造商，我们没做到，大陆做到了。大陆的电动车现在在全世界它的出口生产量占1/2以上，它几乎要支配整个全球的电动车的市场，它的电池几乎掌控的全世界市场。这个在我们台湾过去的汽车制造业者，他们曾经想象到的吗？都想象不到，而今天在大陆实现了。坦白说，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对于台湾的企业、台湾的年轻人，绝对不能够失去请教一下岳老师怎么看？这个我针对于这个卷这个概念因为我自己稍微理解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因为这个感觉上就是讲到高考啦，讲到我们成长的过程呢，好像是觉得说不太好。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就是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工作伦理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商业文化了我们的工作伦理当中呢，大家呢一直是那个天道酬勤就做任何事情就是说任何事情只要勤快的人呢就很好。就我其实在欧洲读书待了很久我发觉欧洲的工人也是很聪明，也是很勤快，但他们时间到了就一定不做了。我们这里加班好像是可以，不能说是随便加，但是基本上是好像是大家自己也觉得加班多领钱的话领2倍的可能更好所以说这个卷的话呢，涉及到我们工作伦理。那商业文化当中呢，我自己在台湾读大学的摆过地摊，我在布鲁塞尔摆过地摊我可以比较两边的顾客因为这个中国人同文同种，中国人绝对是性价比要很高的看东西看了好久，摸了半天都不会付钱。欧洲人的话呢，他只要一喜欢他就买这真的是这样的。我相信永平也了解这个，因为岳谦也是在欧洲住嘛，就是欧洲人他们买东西的话，比我们中国人爽快的一点那这个性价比当中的这个区别上来就很不一样
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你以这个工作伦理又勤奋，然后这个要求的话呢，品质跟价格又要好的话，你久而久之为了要竞争的话呢，你必然就是比人家多一份辛劳的程度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像美国前一阵子工人的话。这个他们那个汽车工人罢工的时候，最后闹到最后，那个拜登跟川普两个互相加码，两个通过，3大汽车公司1个小时40块美金，他们马上都同意了啊，放假啊、福利啊什么一大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不卷，但是你公司没有竞争力啊，没有竞争力的话，你怎么跟中国的企业经营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就耶伦准备又去中国了，这次要谈的事情不是要买美债啊，是说你们自己不能够把什么都砍成白菜价，你这样的话，别人怎么生存啊？我觉得非常好啊！你卷了以后啊，你要把企业的营收的成果拿来提高社会的收入啊。台湾也很需要这个，那大陆更需要这个，不能够说每一次你有露脸的这种企业的结果，那老百姓一般的生活苦得很。那这样子的话，久而久之也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像那个SHEIN呢，SHEIN X 啊，我老早就注意到了，它这个所有的这个广告，你可以看得出来。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是一个中国的公司，他们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把中国内卷的文化让它包装国际化啊，所以说它其实因为在中国来讲，它这个理念非常好理解啊，没有错啊，因为你在SHEIN这边下单的时候，你可以要这个叫所谓的客制化，你要什么样东西的话呢，独一无二，没有撞衫的问题啊，就这种情况，那其实是强调的结果非常好啊。那另外的话，讲到这个苏七啊，小米的苏七啊，现在红得不得了。那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这边讲的鲶鱼效应啊，我觉得它实际上它不单纯是一个效应啊，因为连在大陆的凯迪拉克最近都出一个广告啊，说雷军讲50万以下最好的车子不是小米的苏七啊，我们凯迪拉克是车子啊，凯迪拉克，你知道凯迪拉克小的时候坐凯迪拉克，我的印象当中只有政大的校长跟美国大使才坐凯迪拉克车子啊，了不起的。因为我在政大环境内长大的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可以感觉到，连凯迪拉克在大陆被卷成这个样子，任何人想进中国市场，一定要先卷一卷，连凯迪拉克都不例外。所有的生意的话呢，竞争上来讲，那大家都会发觉，这种廉价的衣物原来都是欧洲人天下，现在基本上也没机会了。卷啊，竞争之激烈，在对岸那个内卷这个词最近是真的很夯。来，请教永明姐。哎呀，大家今天既然这么热烈的讨论内卷，我也来卷一下好了。卷一下。其实说实在的啦，你是卷赢的人。我没有，不敢说。现在过了60岁，发现卷输了。60岁啊。就说其实呢，你要真的能够所谓内卷呢，你还是要有条件。有点本领。大陆为何可以有SHEIN，可以有这个电动车这样子的荣光？那跟大陆的好一阵子长期性的做世界工厂，然后造成了它所有制造业的每一个联合国的项目里面，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每一个项目的产业都有的就只有中国。那你中国大陆因为所有都有，所以呢，他在找合作伙伴、零件商的时候，他毫无障碍，而且他不需要到别国去，所以他也没有关税，也没有运输，也没有什么的问题。而且大陆呢，又弯道超车的是呢，它的运输业又特别发达，因为呢，高铁。高速公路各方面，那现在都还在谈火箭。其实火箭这件事情，我不敢说我相不相信，可是我非常相信呢。他们现在要搞出一个叫空中的的士就是空中的，就是飞机呢，可是它只收200块钱比你打的还要便宜。的情况飞那个短程的，那他对呀，然后刚才你们 TVBS 自己又有一个新闻，那飞船也都出来了。反正中国大陆会出现好多这个事情呢，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所以呢，它很重视运输，以及很重视运输的技术。所以大陆呢，一开始的很多自动化，大家不要搞错了，它的大部分机器人手臂跟运输跟自动化呢。在开发的时候，我去参观过好多的工厂，它全部都是为了快递公司所设计的。所以因为这么看重运输，这么看重生产，然后它的产业链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它当然可以给你很好的售价嘛。内卷总会有卷几个成功的嘛。那这种内卷到了美国，美国就受不了了嘛。现在讲电动车，包含说你在墨西哥产的，我还是要给你100%关税。问题是。
比亚迪的车有$10,000的电动车，那你关税100%$20,000好不好？进到美国照样有竞争力，还是便宜啊！而且中国的各种零件、工人娴熟度、各种的配合度，说不定它的耐用度各方面又会超过其他的车。你看那个波音飞机，整天什么门一下掉下来，一下这个失火，那个就是基层的工人技术有问题，可是中国大陆工人没有这个问题啊。好，这一些呢，其实在内卷、白热化竞争之下，到底会卷到什么程度？有人说这也开始在全球化的效应了，但其实呢，说到了目前的全球，好像已经分成了北方、南方啊两派啊。带您来看到的是金砖今年呢，其实他们又要开始来开会，今年轮值国是俄罗斯。那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以往我们提到的金砖 BRICS， 好像大家都觉得它比较像是南方开发中国家，包括你看看现在的会员成员国，很多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现在也开始向欧洲招手喽。比如说这一位武契奇，塞尔维亚总统呢，他直接的讲说，他已经有受邀要去参加金砖，那目前定下来是在10月的时候会去参加这个金砖国家的峰会。会议期间呢，他还特别讲到会讨论到什么？去美元化，这个大家都很在意的一个议题。大家也开始在说，除了说呢中欧、东欧这些国家之外，现在下一步是不是其实在欧洲国家这边有很多人希望能够跟金砖国家有更多的互动有无？为什么？因为法国的外长现在来会见王毅了。好，来访之后呢，他直接的讲说，希望你们俄乌战争能说说话好吗？发出一些明确的讯息，包括说呢，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把这个情势给按一下。好，因为普丁选完之后开始大张旗鼓的要再往前进了，可是对于巴黎他们即将要办奥运嘛，所以他们不希望有任何一丁点的太多不必要的举动，或者是不必要的紧张情势，他们开始希望中方能够帮忙了。我们说俄军呢现在开始大举的发动攻势，包括了投下了大威力的炸弹。好，这里面呢是 ODAB-1500， 它现场你看到这个就是当时那个炸弹投下的一个现场，1000米高的爆炸云。那乌克兰这边他们直接讲说，这不是他们第一次使用这一型的炸弹，而且呢，到目前为止，他们看到了俄军开始有系统性的摧毁他们所有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了天然气储存设施等等等。好，这一些呢，基本上都是对于俄罗斯来说，他希望再下一城的第一步。乌克兰这边也直接讲了，说呢，他们现在要开始要填补国家预算，因为打仗需要钱嘛，武器生产嘛，这一些呢，他们开始要进一步的来布局。好，甚至呢，乌克兰这边还说不止他们要开始要盖铁路了，因为呢，他说这个普京他现在已经开始在这边乌克兰铁路基进就要完工，这里面就连到什么克里米亚大桥这个地方，他们讲如果完成的话，会对于乌克兰带来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完成的话，铁路它盖的，那你要经过，你要使用的话，你要不要跟普京照个面啊？对不对？你要不要问一下他的同意与否？所以现在大家觉得说，局势好像比起过往一段时间，也就在选前那一段时间来说，又翻页了。现在的泽伦斯基开始在暗示说什么要谈啊，可是他现在已经好像不像以前那么坚持了，说俄军不退到1991年边界也可以谈判，本来是讲2022，现在已经到了1991了。大家讲那个差别在哪里？你现在已经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了吗？大家也开始在问，你以为这样普京就会同意吗？毕竟人家现在东部已经整个都拿下来了，跟过往来说，那个时候方济各讲到白旗事件的时候被骂翻了，现在这个局势又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好，因为 CNN 的报道是，本来乌克兰今年要选举啦，但目前到底能不能选择大选？有没有可能持续的选下去？还是说根本这个大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进行？这一切其实都会牵动到俄乌战的下一步。回过头请教赖老师，怎么样来看金砖国家现在是要开始邀请欧洲系的国家来参加？金砖继续扩员这是一个既定的一个方向。欧洲往中欧跟南欧的国家去吸引目前传出，当然塞尔维亚未来相当有可能是匈牙利，因为匈塞的铁路在中国大陆帮他们新建的时候也已经快要接近完成，然后会往南走到马其顿，
接着就进入地中海就出海了，所以它可以解决匈牙利跟塞尔维亚原本是内陆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样的话，他们再把它拉进这个金砖国家的时候，那你看金砖国家的成员就一直在扩大了，欧亚非拉全部都涵盖在内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普丁今年的企图心更强大，他要开始推动这个金砖内的圈内他们本身的交易本币化，也就是说他们的贸易目前来讲占全世界也3-4成左右。那他们的经济体是如此的大的话，那他们为什么要用美元呢来做交易呢？所以他们在今年如果达成决议的话，那么取得共识通过了，那很有可能就从今年开始推动本币，那这样的话会削弱美元在国际之间的流通的数量，这个是很差，这个是影响很大的。另外，他们也要摆脱 SWIFT 的控制，所以他们要建立数位货币的一个交易机制，这个都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今年的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会，会影响整个原来西方世界在金融、经济、货币对于世界的支配地位。这坦白说，对美元的冲击打击面是最大的。那当然要看能不能顺利的达成他们的目标。美国能够下手的地方，可能要找印度下手了不然的话，其他的国家，例如说美国现在对于南非对于这个巴西等，他们的影响力比以前弱很多。所以目前来讲，普丁如果按照他自己所说的，希望在他7月就职之后，第一个访问的到中国大陆，相当有可能他就是要跟习近平来谈这个事情。那习近平目前传出很有可能，因为这是法国一直在放出来的讯息，对，说5月份很有可能会回访到巴黎去。那是因为去年4月马克龙成功的到中国大陆的访问之后，他当时就邀请了，那习近平当时同意，可是后来中法之间在电动汽车这个部分有了一些嫌隙。目前李强已经直接跟法国的外长直接说了，说你应该要推动欧盟解除对于中国电动车的调查，可是当初提出来就是法国。那李强的意思也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初是你搞出来的，你就把它这个拆掉吧。那如果法国有拆掉，那就释放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善意，那中法的合作可能就往前推一步了。但是法国不是没有条件呢，法国说，那你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那你现在对俄国的影响力那么大，那你可不可以帮帮忙那但是法国的讲话是温柔多了，他不像冯德莱恩，冯德莱恩是用威胁的，你不介入调停，你不叫这个普丁不出兵，我们欧盟的关系就跟你坏到底。那这个就是威胁嘛。那中国大陆怎么可能受你这个冯德莱恩的威胁？现在冯德莱恩涉贪，严重涉贪，已经被比利时的检察官，尤其是比利时的列举这个是我们这个院举证的他的读书的这个地方这个是比利时的这个他的检察官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情了。所以未来如果确实是有很严重的涉贪的话，搞不好冯德莱恩要竞选连任的可能性就没了。所以他一个北约秘书长的梦已经破了，现在这个连任的梦也可能破了，到最后搞不好还要进入监牢也说不一定，现在不晓得，那要看他未来被调查到什么地方，然后就可以看到结果怎么样了。好，国际局势在今年会有蛮明显的变化，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聊。好，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其实，在俄乌战争今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除了俄罗斯呢，它现在是金砖的轮值国之外，还有法国，他们现在也要开始要办奥运了。来请教一下永平姐怎么看？是，所以现在呢，从法国代表欧洲的立场，还有俄罗斯本身呢，它其实现在加紧攻击。我觉得他们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说，希望很快的可以逼迫乌克兰来妥协、来谈判。那现在当然，你看到乌克兰呢，似乎泽伦斯基有一点松口就是在那个他本来不是讲说国土1寸都不可以让吗？等等等等。那他现在稍微松口，可是他现在稍微松口。刚才主持人在介绍那个图卡的时候也讲到，他现在愿意松口的是原来克里米亚已经被俄国占据的地方，可是现在俄国占据的不止这个，他还有乌东嘛。所以现在的关键点呢，可能是卡在乌东。可是这个时刻呢，因为乌克兰战事正在焦灼，本来呢，
俄罗斯进行选举了，本来乌克兰也应该进行选举，可是泽伦斯基他就不要去选啊，因为现在乌克兰乱七八糟，你其实要设投票也非常的困难啊。那这个时候你看到美国就有共和党人呢，就把矛头指向说，你乌克兰如果不选，就表示你不民主，我们就不再给你军援礼。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讽刺。共和党人能够支持川普出来当他们的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总统参选人，你会比民主党的人更重视民主吗？你们这些人都是伪善的政客啦！真正的原因，他们就是想停止对乌克兰的金援，想要逼迫赶快把这个战争结束。其实说穿了啊。现在这个时刻，大家看到虽然21世纪，可是战争一样血腥，一样野蛮，一样没有理性，而且一样都是在搞民族主义。你因为搞民族主义，你才非常容易发生战争。那也就是说，俄罗斯他占的乌东的那批人，本来就是恶意的，本来就是讲俄语的，他跟乌克兰不讲俄语的另外一群人亲西方的，本来就是文化上就是不同的，就是大家也讲不到话的。我真的觉得说不要面子啊！如果他愿意让说我们就依比较民族的喜好同样语言文化的人大家在一起，那事情能够有所解决。也许这样的情形之下呢，确实这个俄乌有可能进入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这个部分取决于谁？其实你说，与其叫中国去施压俄罗斯，那不如看看乌克兰能不能想清楚。因为你一个破碎的乌克兰，如果你里面还持续着民族的纠纷，你内部的冲突还一直持续，你要重建谈何容易？这个真的是很残酷的事实。所以我们再讲一次，如果和平不到绝望之际，大家绝对不可以轻言放弃和平。我觉得这就是乌克兰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要请岳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请岳老师帮我们总结。稍微谈一下有关于金砖国家哈，就是那个塞尔维亚的话呢，这边写的说是放弃欧盟，然后就金砖国家的话呢，我觉得塞尔维亚其实是蛮惨的了，他没选择啊，想加入欧盟的话呢，没有办法被准许。但是还好了，现在欧盟其实也不像当年那么值钱了。我在欧洲住的时候，那欧盟很不得了，我刚到的时候是马歇公曼呢，就是共同市场的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里面的国家只有12国。那就是奇货可居啊！好，后来慢慢才加入了西班牙、葡萄牙跟奥地利啊。这个大家可以算这个时间，1985年的时候，所以我感觉上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说，称欧盟就共同市场啊，叫做富人俱乐部啊，那感觉上是非常很牛掰了，就感觉上就觉得很好，大家都想急着进来。塞尔维亚的话呢，这当中最倒霉的、最可怜的就是土耳其了啊！土耳其申请了多少年？有没有32年了？好像都30多年了。他是很早的结果连很早，结果后来都机会都没有。现在的埃尔多安呢，土耳其的总统讲说不要了啊，你们给我们的都不要了啊。那个土耳其基本上的话，他的金砖国家也不参加，但是他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缘关系。我虽然不是军事人员，但是我也聊一聊俄罗斯现在对于乌克兰真的发狠了哈，请大家记住啊，这个 ODAB。1500啊，那1500什么意思啊？1500是1500公斤啊，就是1吨半啊。我跟大家强调，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我当炮兵啊，我们那最大的炮啊是155啊，155的每一个炮弹壳，你知道155炮弹壳一个人扛不住啊，至少我扛不住啊，我们得挑那种非常体力好的45公斤。那时候哇，演习的时候那个简直不得了，155是大概基本上一般来讲，在本岛内看到的最大的炮啊，这个是1500公斤，然后在乌克兰丢了多少颗啊？我跟你讲啊，自从上个礼拜莫斯科发生了恐攻事件以后啊，这个俄罗斯啊，因为他有几件事情让他非常生气啊，因为在俄罗斯看音乐的时候啊，尤其是到莫斯科，我有学生他跟我讲说，在莫斯科听音乐的时候是件很普通的事情，大人会带着小孩去看，结果居然有小孩都被干掉了，这非常残忍啊。普丁更火大。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菊珍老师。燕颖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马英九呢，他今天人在对岸继续进行他的行程。下午的时候呢，他特别访问了中山故居，但是呢，在讲着讲着突然哽咽了。我们先直接来看最新画面。一天到晚。我认为达成团结自由的共识，团队台湾的共识，这些都是两岸关系携手向前行的重要关键要素。一个外在环境形成一个变化。好，刚刚看到的画面呢，是他昨天晚上见到了宋涛，但是今天呢，他来到了中山故居，他特别提到什么？说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也特别提到了孙中山的遗训，叫做和平奋斗救中国。他认为啦，避免战争，共同合作，这是我一辈中国人最大的愿望。昨天晚上呢，其实他就第一次的在会见宋涛的时候呢，讲出了反台独。好，过往啦，他曾经有提到9·2共识，但是呢，没有这么明确的直接讲出反台独这几个字。那但是呢，他其实有特别提到，基本上啦，不论外在环境还有形势如何变化，绝不会改变，就他过往执政一直以来一路走来的坚持。昨天晚上呢，也看到他在深圳这边看到了千台无人机，排出这几个字，叫融合两岸，共创未来。520之前，好，这一些的举动，大家都认为有很多是可以让我们来作为评论，或者是来解读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其实呢，在今天他的行程里面，也有特别的去参观一些跟科技有关的。昨天看到了千人台的无人机这个表演之后，今天呢来到了腾讯，那由马化腾亲自来接待，算是非常高规。为什么？因为据说光要迎接马英九这一团，他们是上百人在做整个接待的运筹规划，然后马华腾从头到尾都陪在旁边。而其实呢，他们也去了看什么？去了这个比亚迪。好，比亚迪呢，当时他们看的是100万豪华电动车，叫仰望 U8。好，仰望 U8 最有名的是什么？是它可以原地360度的掉头。哎，画面上所看到就是这一台车。然后呢，马英九他就在现场看他，哎，确实他是能够做到像他广告上面讲的那样。他很好奇的还问了一下说，哦，这个能领先多久呢？比亚迪现在的技术确实在全球所有的科技人大家都很好奇，他们下一步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举？马英九这一次看起来了，除了政治方面、科技方面，他也希望能够来理解一下目前对岸是到了什么程度。哎，但是吴思瑶是直接讲了，说是不是又被矮化了？哎，有要讲哎，马英九哈，因为呢，他这一次觉得说接机的时候没有红地毯，甚至呢跟宋涛见面的时候连称呼都没了，只叫他马英九，连先生都没有了。他觉得啦，马英九说血浓于水，是不是连血都被吸干了？其实到目前为止，马英九呢，我们刚刚讲到，他昨天也看了无人机等等相关的表演，因为最近确实两岸现在有很多的事件比较敏感一些些，先前的金厦事件，还包括最近在二胆岛这边被发现了无人机飞过来，哎，怎么这么刚好就是大疆无人机？好，当时呢，他们直接飞到了我们的这个民众，哎，这个军营的上空，然后结果呢，后来他们就讲了，就像是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当然啦，邱国正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直接讲了，该打掉都打掉。那但是大家也想问啊，那先前讲的要配给外岛那些雷射枪等等，为什么这一次都没有拿出来用呢？大家想问的是，现在在我们的离岛这边，我们的前线这边，到底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当国防部长讲说，哎，应该要什么重新来讨论第1级啊等等的这些作为的时候，我们的立场跟态度必须很明确。所看到的是金门本来说要开始进行海上的实弹射击演习，结果现在说要暂缓了啊，原因是因为呢，怕说会不会有挑衅等等的意味。大家问，怎么这个时候突然自己说了呢？啊，又后来看到了说，现在国防部主动告诉我们，明天对岸要发射火箭，而且会经过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大家又想问啊，那不对啊，现在你会把这个东西特别挑出来讲，裴洛西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对岸朝着我们直接演习射飞弹飞过我们上空，你还要这边跟我
纠结，到底那个是多高？是在大气层还是在什么层？算不算我们的领空？还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很好奇，为什么是日本人告诉我们的吗？还记得时空环境背景的不同，选举的时候他又会告诉你了，说哎呦，现在呢他们的飞弹会突然警报响了不是啦，那个是他们在发射飞弹演习等等。那一次赵少康告诉大家说，因为刚刚好在选举之前、投票之前，他说那一次的这个警报确实对当时的选举选情造成了影响，民调就大概是在4%左右，上下本来是赢1到2%，之后呢民调跌4%，这往来就多少？就6%了。那这里面影响最大的就在南部地区，这一些我们都想问，如果真的说政治归政治然后军事的部分应该要专业的评估的话，要请教一下永平姐，您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基本上大家都希望不要动到军事这一块，政治能解决我们就由政治来解决。马英九现在到对岸去，大家想知道的是他这一次他到底想表达是什么？今天看到中山故居，他直接哽咽。对，那个马英九前总统的问题，当然大家会很多讨论。不过我现在最有感的就是赵少康先生的爆料就是讲那个简讯呢，造成国民党的选情重创3到4%，特别在南部。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得到政坛内部的一个消息，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人拱顾立雄当国防部长的呼声一直都不断，因为这件事情就是顾立雄的政绩跟手笔。我听到的说法是这样。那愿意配合民进党的政治选战到这种程度，假的简讯大家还记得吧？那天我也是在 TVBS 同样这个节目，我收到简讯快笑死了，讲说中文写卫星，英文写 missile 飞弹，而且还写 air raid， 还写空袭，简直莫名其妙。这种诈术都使出来的人呢，如果真的因此而升官，太没有天理了。那这个就回到马英九为什么会流泪，因为民进党这种事都干得出来当你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然后不把民众的安全性命放在第一位的时候，眼看着两岸可以和平，对不对？孙中山国父，我们最尊敬的国父的愿望，和平奋斗救中国，还没有完成，真的希望的时刻，两岸如果真的打起来了，如何的痛心，怎么不令人难过呢？那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吴思瑶真的是现在如果民进党要选最无聊的政治人物，他大概排名会第1名吧。第一个，马英九上次带学生团依访大陆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铺红地毯呢。大陆现在不是只有马英九去没有铺红地毯，他现在基本很多人各种领袖要去，他都没有在铺红地毯嘞。大陆因为这个最近一直在走简约风啦，以前那个大家印象中的那个排场的那种什么红地毯、贵宾楼什么的，给你什么各种酒宴的那时代已经过了啦。吴思瑶，你们搞清楚，那有没有加先生？这次有讲先生下一次没讲，或下一次又讲了，你这次有讲，去给人家计较这个干嘛呢？那关于这个大胆岛一直有无人机飞过去这事情，我本来也搞不清楚，因为我并没有当过兵，特别没有去外岛看过。结果我因为问了专业以前在外岛负责就是步军排兵的，当然现在将军呢，那时候还是旅长的帅化民，帅将军就告诉我，真的一语道破关键你知道这个二胆岛是什么样的地方吗？就是在金门的布防里面，在有7万军队驻防金门的时代，它呢就是一个很小的哨所，就只有7、8个人驻防。现在整个金门只剩下2、3千人了。你看那个哨所就是个位数字，可能5人以下。那5人以下，你无人机不管它是民用、军用飞过来，你拿步枪你也打不到的时候，你只能要用无人机干扰枪，就是脉冲去干扰。可是我们军方全部的脉冲枪，今天赖世宝问了邱国正，他回答了，总共军用多少架？200多架，中型和小型的。请问一个个位数字这么小的哨所，你会配置吗？
那些军人发现说啊，我也没枪，我步枪也打不下来，他飞来飞去，我连靶都瞄不准，当然不能打嘛。那这种事情还要讨论吗？我觉得大家很多问题真的拜托不要夸张，然后事实会说话，大家还是求取我们的和平跟幸福才是共同的愿望。哦，当然了，这次马英九他去到了对岸，再一次的去，包括了这个祭祖啊，然后包括了就是相关的这些参访，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那也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原因是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氛围就是紧张嘛，过往以来所发生这段事情，然后到520的这一段期间，然后就会发现说，我们的态度跟立场也常常在改变。比如啦，射火箭这么一件事情，有的时候要公布，有的时候不用公布，有的时候在大气层外面，有的时候其实还好。到底要怎么理解？无法理解唯一如果能够解读的话，那就是选举考量。选举期间只要有助于民进党，那他该公布他就不公布；他不该公布，他就公布然后他该说实话，他就不说实话；他不该说实话，他就说实话。那一切都是为了选举考量。就把我们的整个国家的警报系统都破坏掉，就把整个英文跟中文的翻译标准的翻译，永平是英文高手就把它整个都破坏了这个就是目前的民进党执政下，我们的国防部、我们的整个国家安全会议安全部门就全部都把台湾乱了套，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坦白说，他一切只想选举，一切只想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然后来继续掌握这个政权，其心可疑我觉得马英九到中山先生的故居会哽咽，这真的是有感而发。我想我们广大的台湾的民众，我们的老一辈的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由于满清时代的腐败、懦弱，然后最后台湾人被迫被日本人占领、割据，台湾沦为日本人的2等人。那中山先生革命就是要改变这个现状。现在真的是可以告慰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日本不到中国大陆的1/3了，在大陆的眼中，日本已经不算一个咖了。我们两岸之间已经开始今天的现代化的生活，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洗刷了几百年来的这种耻辱，这个是很可告慰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马英九他会哽咽，其实是有感而发，多不容易啊！可是目前我们又面对一个逆流，这股逆流就是台独。台独不但会给台湾带来灾难，也会给两岸的整个中国大陆跟台湾带来了灾难。为什么？因为台独故意的要图利于美国、日本，让两岸的中国人彼此之间相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其心又更为可比可议。所以马英九他从过去到现在，他已经明白的说，他就是要反台独，因为他知道台独对台湾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我觉得他特别去看大疆，然后腾讯跟这个比亚迪，其实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他要透过他所带去的摄影团、记者团，把大陆的这些在深圳里面高科技的发展传回到台湾来，让台湾更多的、更广大的年轻人看到整个科技的发展在大陆他们的格局规模是如此的大。所以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你的心胸要大一点，眼界要宽一点，不要被困在这个小岛里面，然后眼光如豆。我觉得应该要让胸怀两岸之间，让我们在全世界扬眉吐气。请教一下苑老师了，那马英九上一回跟这一回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觉得他话讲得更直白了一些些过往呢，他基本上上一次就强调9·2共识嘛，宪法啊，他当总统期间什么都讲了，但这次明确的讲到他反对台独这么一件事情，不太一样。我非常奇怪因为马英九比我大10岁在我们那个时候受教育当中，反台独、做中国人、追求和平，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我到今天也认为这是原则，我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反对的。我没有遇到一个人反对的，就是说是什么，尤其是最后求和平我没有遇到反对的。所以说马英九做的事情是个好事情马英九是一介平民啥也没有什么都不是受邀
最高规格礼遇，你要了解啊，大疆、腾讯、比亚迪这些世界级的工厂，这不是说是做给台湾看的，就是说让马英九看啊，让马英九本身对于大陆释出善意，大陆对马英九释出善意啊。马英九在台湾的话呢，被骂得一塌糊涂的，没什么道理啊。对民进党讲的这些话的话呢，很无聊啊，所以真的是很无聊啊，我都不想多说啊。不过呢，有一点我觉得是比较难过的，我想要强调一下了，因为那天当场我们系上刚好有这个自强活动在宜兰呐，就接到了，因为我们系上人当然知道那个 satellite 跟 missile 之间的差别啦，对不对？大家看完是选前的那个，就是啊，当然了，我们系上的活动啊，非常清楚啊。但你知道我难过在哪里吗？我难过赵少康讲了这一句话了，什么大部分在南部了。我跟你讲啊，理性是公平的啦，这句话里面是有歧视南部的含义了。我跟你讲，你刚刚骂顾立雄的时候，我认为顾立雄很了不起啊，他能够预做判断的。你对南部，你当过政治人物，你对于南部人会做这种事情的选择，你了解吗？顾立雄凭什么？顾立雄据我所知，他不但是个北部人，还是个外省人呢。他怎么这么了解？他是天吗？我跟你讲啊，我们搞政治可以，千万不要歧视。这种观念的话呢，来讲的话呢，这种恶劣的手段如果有效，我们只能够觉得说是不知道。那个时候，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这事后的话呢，因为其实赵少康他讲过2件事情啊，一个就是在讲马英九了，相信习近平有什么错的呢？啊，说什么合起来2个加起来，害他们原来赢会输，你们那种情况下赢了也不见得会好到哪去啊。关键是你要学马英九讲出来反台独、中国人求和平这个话，你讲得出来吗？我觉得马英九本身来讲，我以前对他的印象就是不是那么正面，不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马英九这次做出来他应该讲的事情，接受了邀请，而且连续2年。你刚刚问到我说，去年在湖南的时候，他会讲湖南话，也是除了到处哽咽没有改以外，大部分表现的基本上的话呢合情合理啊。他本身来讲会送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马英九代表台湾热爱和平的人，不愿意打仗的人。我没有在台湾见过愿意爱打仗的人，所以这件事情非常清楚。我今天为了来上这个节目，为了谈这个消息，我跟我的同事在一起讨论了一下，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个本身基本上的话呢，要认为这马英九在大陆做的是一件好事情啊，对不对？我们本身来讲的话，要做中国人有什么错呢？而且这人家的自由，他是一介平民，他跟我们受的一样的教育，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我坦白讲，连蔡英文都讲说我是读中国书长大的。那这个你可以否认吗？不能否认啊，对不对？那做中国人有什么不好呢？而且这是人家个人的自由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我觉得马英九本身接受，而且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事实上觉得说是看到大疆的无人机啊什么这种事情啊，尤其二胆岛啊遇到那无人机就猜是大疆的，那肯定中的嘛，因为9%啊，全世界的无人机90%是大疆的。什么？你很难买到不是大，我家都有2台啊，我家都有2台大疆的无人机。对呀，就是我儿子毕业的时候人家送的礼物就是大疆无人机啊，只是说我们不太会用而已啊。好，来，但其实了哈，我们就做不管是跟什么样的政治活动啊，或是其他活动，跟其他种族基本上情节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